大家好，时隔5年，我打算重新录制这个 Qt 的这个开发教程。这一次我们把之前录过的重新整理一遍，然后呢，把中级教程没有录的，我们这一次给补上。好，下面我们就开始吧。这个是我的网站，最新的网站。这次录的视频我会放在这个网站上面。好 ，Qt 介绍。Qt 呢是一个跨平台的 C++ 应用程序开发框架。这个学 Qt 之前，大家应该也都有了解过，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被广泛用于开发 GUI 程序。所谓的 GUI 程序就是带界面的、可以交互的程序。G 就是 Graphic，UI 嘛，就是 User Interface GUI 程序，广泛开发 GUI 程序。当然，它也可以用于开发非 GUI 程序。开发非 GUI 程序用 Qt 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因为同类的C++ 开发框架都比较多。Qt 呢也主要是在这个界面程序，在 UI 方面有它的这个优势。那非 GUI 程序呢，就是控制台啦和类似于服务器了这些。比如说服务器可选择的有 Go 语言等等。第二 ，Qt 有丰富的 API 且面向对象，这是 C++ 的一个特点，面向对象。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录一些 C++ 语法及规范方面的教程。第三，免费使用的开发工具。开发工具这里指 Qt 的 Creator 和 Visual Studio。和其他的一切 IDE 开发工具。那它现在呢有商业版和社区版。所谓的社区版就是 Community， 应该是由社区提供技术支持的，它是免费的。当然，社区版就没有 Djr 公司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服务了。所谓的商业版就是收费的，要商业授权，这个价格应该是比较贵的。我们用的最多的应该也是这种免费的社区版。然后它又支持很多平台，我只是列了一部分。这个想必大家在想学习 Qt 之前就已经了解过了。那 Qt 的历史 ，Qt 2次易主还是有点不容易啊。它是由这个中文叫奇趣科技的公司，在1991年开始开发 Qt，08年这一天被诺基亚公司收购。然后09年呢，诺基亚开始把它开源。12年呢，这个 Qt 又被 Djr 这个公司收购，因为诺基亚公司很多业务倒闭，所以把 Qt 的相关业务及技术都卖给了这个 Djr。然后 Djr 公司呢，准备把 Qt 应用到安卓和 iOS、Windows 8平台上面。Qt 有相当多的模块，这些模块涉及到文件读写、XML、JSON 的解析、单例应该是在 Qt 5里面出来的 ，Qt 4里面应该没有。正则表达式、智能指针、多线程数据库，当然它是一个开发框架嘛，这些常见的这些功能操作应该是都有的。你像文件读写呢 ，Python 脚本或者是 Node.js 这些语言，或者是 Java 或者是 C# 这些语言都会有这些功能，这是常用的功能。网络操作了，多媒体和 WebView。当 Qt 5.2之后，它可能还会包含一些其他的窗口操作、蓝牙了、手机卫星定位了。这个链接呢是 Qt 5.10新的功能，我们打开可以看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边有哪些模块。这里边有基础模块 Core GUI 和 Widget 和 Network， 还有 KML、Quick Control 2。这些模块我现在就不再介绍它里面的功能了，我们等讲到的时候会把这些模块的功能一并涉及到。3D 的 Graphics Effects 就是 OpenGL 的这个效果，做 3D 效果的。
还有 Web Engine， 这是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Web View， 这是用 HTML5 技术，这是串口的，这是 Connective， 还有虚拟键盘的。X11的模拟器的，还有新的模块 Network Auth 就是网络验证的 ，Speech 语音的，就是支持把文本转化成语音。下面还有废弃的模块是 Qt Script， 这个模块是被废弃的。好，这个我们就不再多看。Qt 的图形界面 ，Qt 的图形界面里边有 Widget 和 Camera 和 Web View， 也就是刚才的 Web Engine， 是用 HTML5 做界面的。Widget 呢，这一种是无窗口的，它和 MFC 有点类似，但是 MFC 是窗口的，它有 H1 的这样的窗口句柄。那无窗口的话就没有 H1 的这种句柄，这是窗口和无窗口的差别。Camera 是一种新的这个图形用户界面，这种用户界面现在应该还没有流行起来，因为它里边的 control 比较少，就是很多复杂的 control 它都没有提供，像这个数结构的这种数结构的这种控件它就没有提供。之前我记得用的应该是 Widget 里边的，没有那么好用。当然你做简单的界面的话，可以用这个 Camera 来做，它对这个性能的要求可能会比较高，类似于微软的这个 WPF 界面做起来很炫，但是性能要求很高。那 Web View 呢，这个东西就是 Web Engine 啊，用的就是 Chrome 啊，在 Windows 平台或者 Linux 平台下面，它就是移植的 Chrome 浏览器的外壳，然后用 HTML5 加 JS 来开发。目前前端框架也比较多 ，Angular 或者是这个 Vue、React。现在比较流行的3大前端开发框架，用这些框架去做一些界面，然后把这些界面嵌入到 Web View 里边。现在比较流行的 Election 就是用这种方式的。Qt 的信号和槽，这个我放在这里边主要是为了强调一下，因为 Qt 里边的核心也就是这个信号和槽，所以学习 Qt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学会。这个东西就相当于 MFC 的消息传递和回调函数，就是 C 里面的有一个回调函数，就是函数指针，只不过它的功能要比消息处理的机制和回调函数更灵活。但是如果说你不用这些，不用它的消息处理机制，也就是不用它的信号与槽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那比如说我们借助于 Boost 库的 Signal， 一样可以实现类似的这种功能，或者是用 C++ 里边的 band 函数加 function， 就是防函数，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Qt 的开发 IDE 它有自己的 Qt Creator， 也有专门做界面设计的 Designer， 鼠标拖点点就可以生成很复杂的界面。也可以通过 Visual Studio 2017， 通过安装这个插件来支持 Qt 开发。那这两种也是有差别的，这一种的话，它的集成程度更高啊，这种集成程度没有第一种那么高。所谓的集成程度，举个简单的例子，当设计界面的时候，
然后加一个按钮，通过双击按钮就会生成相应的槽函数，也就是消息处理函数。而通过这种插件的方式，就是 Visual Studio 2017里边集成插件的方式，那就没办法通过双击这个按钮来生成相应的处理函数。这是一个界面，那这是一个按钮，那我点这个按钮，双击这个按钮，那就能生成这个按钮对应的槽函数，就是 slot 函数，就是生成事件函数、事件处理函数。那这个在 Qt Creator 里面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用这个插件放在 Visual Studio 2017里边是没办法做到的，所以你自己就要用 Connect， 然后去连接这个按钮的信号 ，click 信号，然后自己再去写这个槽函数，是要手动 Connect。国际化支持 Qt 的字体引擎能够在同一时间正确显示各种不同的书写系统，并且 Qt 内部使用 Unicode 的编码来存储文字。Qt 可以方便的支持多国语言，只要我们在字符串里边加上 tr， 然后用Qt 自带的工具抽取成 ts， 然后再用这个工具编译一下，翻译一下，然后把这些翻译出来的文件载入到我们的程序当中，我们的程序就可以显示出来对应语言的界面。这就是它的做多国语言支持的方便之处。那第一个呢，说的大家理解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清楚了，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很多我们用过的很多这种界面的开发框架的情况下，比如 MFC、Delphi 或者 CB Builder 或者是 C# 等等其他的语言，我们从来都没关心过这里面什么书写系统，什么字体，所以说我们对 Qt 里面的这样的支持的底层实现技术应该也是不太了解的。但是如果你用了 Juice 之后呀，Juice 也是一个做界面开发的 C++ 开发框架，跨平台的框架。那我们用了 Juice 之后，你就会发现我在程序的启动过程当中必须加载正确的字体，加了正确的字体之后，我界面才能显示正确的语言，否则的情况下界面显示乱码。当然我们用了 Qt， 我们就不用去关心这个字体的问题。好， Qt 的应用我这里简单的列出来了几个像 VirtualBox、Photoshop、IDE、SCAP 这个播放器这些都是现在都用 Qt 来开发了。那还有打开这个链接，可以看一下很多应用都在用 Qt。维基百科里边有很多它的应用案例，我们往下边拉，这里边的应用程序都是用 Qt 开发的，也就是说 Qt 已经应用相当广泛了，这个应该都知道的。但是说实在的，你看了 Qt 的源码之后，你就会发现 Qt 的源代码的质量并不是很高的。并且它对 Qt 对 C++ 新的标准规范，比如说11、14和17支持并不是很好。当然这个在 Qt 5的这个版本支持程度更好一些。对比 Boost 库的话，你会发现它们两个之间代码的质量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是 Qt 的发布计划，我们看一下它的发布计划。现在的最新版本应该是 Qt 5.12， 这是它的新功能，这个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就好了。最后的讨论，我把这个讨论放在 GitHub 上面。GitHub 上面创建了一个 issue， 然后所有的问题都放在 issue 里边，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历史的追踪记录。我们本次的这些教程就不再创建什么 QQ 群了，或者
或者是放在百度云盘里边提供下载，我统一会放在 YouTube 上面。YouTube 上面，所有大家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进行观看，并且会放在我自己的这个网站上面。然后通过网站链接到 YouTube， 因为视频比较大，我服务器没有这么多的这个磁盘空间，只能放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我这个网站上面会做一个链接到这个 YouTube 上面，在 YouTube 上面进行观看。如果说有问题呢，大家就在这个链接这个 SU 上面去创建问题链接，创建了问题链接也方便其他的这些初学者找到相应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好了，本次教程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和关注这个频道。